这一节将参考表一位号、符号名称、数值与封装名称对照表，以及图一网路类设定，完成指定电路的原理图与 PCB 设计图，如图2到图4。其中的 PCB 板框尺寸要标注在图层 user.1。原理图与 PCB 设计图右下角的图框资讯设定需包含学号，标注于图框的注释1；电路名称标注于图框的 title； 测试日期标注于图框的 date， 如图5所示。底下参考 KiCad 的工作流程操作示范如何完成。双击桌面的 KiCad 图示，开启 KiCad 首页，将游标移至上方功能表列，然后单击档案，再单击新建专案。出现新建专案视窗，在此选择要存放专案的位置，输入档案名称，单击存档。接下来要进行原理图的绘制工作，单击原理图编辑器按钮，开启原理图编辑器。接着进行初始设定，单击工具列的页面设置，输入相关的图纸资讯，输入完成，单击确定，按快捷键 Ctrl 加逗号，单击原理图编辑器下的显示选项，将网格显示的样式改成小十字，单击确定。再来要在图纸区加入元件符号，按快捷键 A。参考表1，开始加入元件符号。完成后，单击各个元件的数值，参考表1进行编辑。接着进行连接符号之间的导线。为了方便后续在设计规则中的网路类分配，在交流电源输入的地方新增一个标签 VAC， 按快捷键 L。输入标签名称，单击确定。拖移标签的小方框到 J1 第一角的接线上，单击左键放置标签，按 ESC 键回到选择模式。拖移标签拉出一条导线来凸显标签的位置。线路全部连接完成后，单击上方工具列的电气规则检查功能钮，单击运行 ERC。执行的结果出现输入电源接角不受任何输出电源接角驱动的错误，单击关闭。在 GND-RF 新增 Power Flag 符号，
再执行 ERC， 没有出现错误讯息，单击关闭，结束 ERC。接着参考表1，为元件符号指定适合的元件封装，单击上方工具列的编辑符号栏位功能钮，单击封装栏位，再单击浏览封装库按钮，进行元件符号的分配封装。全部的元件符号分配封装完成后，元件清单如现在所示，确认没有问题，单击确定。到此完成原理图的绘制。完成原理图的绘制后，接着将原理图导入至 PCB 编辑器，就可进行印刷电路板的设计。按键盘 F8， 单击更新 PCB， 再单击关闭。将带有附加封装的游标移动到图纸上的适当位置，单击左键将封装放下，再单击确认。接着进行初始设定，单击工具列的页面设置，接着输入相关的图纸资讯。输入完这些图纸资讯之后，单击确定。按快捷键 Ctrl 加逗号。开启编号设定视窗，单击 PCB 编辑器下的显示选项，将网格显示样式改成小十字，游标改成全屏十字游标，再单击编辑选项，将非线线宽的预设值改成 2.0， 让非线显示清楚一点。调整完成，单击确定，单击电路板设置按钮。单击设计规则下的网路类，参考图1进行网路类设定。完成后，单击确定完成。单击外观管理器的 H.cut 图层。在单击绘制矩形功能钮，依据图3的板框尺寸绘制完成板框。将活动层切换至顶层同层。接下来参考图3的 PCB 设计图，进行单面 PCB 的布局。布局完成，单击右侧外观管理器的 B.CU 底层同层，已选定在此板层布线，按快捷键 X 开始布线。全部布线完成后，按 ESC 键返回选择部件模式。单击工具列1的设计规则检查功能钮，单击运行 DRC， 出现适应重叠的警告，单击关闭，单击重叠的位号，单击选取D2，拖移位号D2到封装的右侧，让适应不重叠，再执行 DRC， 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，单击关闭。结束 DRC， 按 Alt+3， 在 3D 检视器中查看这块电路板的 3D 模型。单击关闭，单击外观管理器的 User.1 图层，
在单极添加对齐的线性测量标注功能钮，进行板框的尺寸标注。按 ESC 键离开，到此完成印刷电路板 PCB 的设计。按 Ctrl+S 储存。